他卧底身份被敲诈未遂的狱警揭穿，囚犯们最痛恨告密者，现在所有犯人都想置他于死地。他立即寻找联络人求救，可唯一的知情人却莫名休假。对面心理医生不断对他进行试探，旁敲侧击警告他远离变态杀手拉里。他直接装傻充愣气走心理医生，而狱友那要杀人的眼神让他心底发颤。他必须尽快从拉里嘴里套出证据，离开这座地狱。男人看着沙发上熟睡的女友，并喝着奶茶，打算补充一下体力。然而这时，大批佛伯勒却破门而入。佛伯勒将他按倒在地，一顿摩擦，并直接为其戴上了手铐。随后，他们在家中翻出了大量现金、面粉以及枪支弹药。女佛伯勒告诉他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将会面临严重的刑事控告，并且不会有减刑的机会。可男人却丝毫不慌，还非常自信地说他有很棒的律师团队。They turn water into wine? 本剧由塔伦·埃哲顿领衔主演，一部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心理犯罪美剧。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一起入坑。男人叫吉米，曾是一名出色的橄榄球球手，可他却误交了一群狐朋狗友，从而导致他做起了贩卖面粉的生意，也因此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。就当他自信地以为父亲能捞他出去时，身为警察的父亲却告诉他，因为贩卖面粉以及非法私藏枪支，他将会面临5年的有期徒刑。老父亲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能救他出去，而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法官主动认罪，获得减刑的机会。通过在检察官的口中了解到，如果主动认罪，会有很大的机会被判为中档刑期，表现好的话蹲个2-3年就能出狱。吉米将老父亲的话铭记在心，在开庭的这一天，吉米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可法官的判决却令他大吃一惊。由于吉米贩卖面粉的数量之多，并且非法私藏大量枪支，这足以判处吉米25年的有期徒刑。但幸亏吉米做了一个明智之举，由于主动承认了所有罪行，按照最低量刑的标准，最终吉米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，并且没有假释的机会。10 years? 10 fucking years? Are you kidding me? You lied to me, Beaumont! You fucking lied to me! 7个月后，吉米被狱警带到医务室，而此时的女探员和检察官早已在此等候。得知吉米在狱中混得风生水起，不仅和其他帮派能够和平相处，还在监狱中发展了自己的副业，而这都是因为他迷人的魅力和极强的社交能力。这也是女探员找他的原因。原来探员想让吉米替他们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将吉米转到另一所监狱，并让他去接近一名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从而得到他杀害的其余13名死者的埋尸地点。到目前为止，警方只找到其中1名受害人的尸体。由于证据不足，这个连环凶手很有可能被无罪释放。探员对吉米承诺，只要能找到其余13具尸体的位置，就会减免他剩余的9年0-3个月的刑期。面对如此诱人的交易，吉米二话没说，果断选择了拒绝，因为那是一所专门关押精神病的监狱，并且里边的犯人个个都心狠手辣，一旦转入那所监狱，不仅会被折磨成神经病，甚至都没有活着走出来的可能。探员希望吉米能够珍惜这次机会，因为这是他减刑的唯一办法。说完之后，探员留下一份凶手的档案便转身离去。回到牢房后，吉米还是没忍住打开了那份档案，可当他看到里边记录的案件后，这个连环杀人凶手却令他大吃一惊。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心理犯罪美剧，故事发生在1993年的印第安纳州。一个花季少女在路上遭遇连环杀手，而她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这片苞米地中。据目击者交代，当时并没有看到凶手的样子，但他非常确定的是，对方开着一辆灰色的道奇卡车。直到1年后，警员大山才找到一些有力的线索，在当地警方口中得知，他们最近接到几起女孩被骚扰的投诉，并且对方是一个开着灰色卡车的变态。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，卡车的车主叫拉里，他非常喜欢南北战争的重演，并且会全国各地的参加演出。而重要的是，在女孩遇害的前2天，案发当地确实有一场独立战争的重演，这也足够证明了拉里有明显的作案嫌疑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，大山找到这个具有重大嫌疑的拉里。可当大山见到眼前的拉里时，却又让他产生了怀疑。眼前这个身材肥胖、留着古怪络腮胡的拉里，看起来就像人畜无害的怪人，并且他说话吞吞吐吐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这样一个笨手笨脚的胖子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连环杀人犯。可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令大山非常震惊。他说自己经常梦到杀害女孩，虽然梦里非常真实，但那只是自己的一个梦。就当大山拿出被害女孩的照片时，拉里突然又变得暴躁起来，并且不再回答任何问题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拉里是个神经病，因为他经常莫名其妙地说一些奇怪的话。可大山却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于是佛波勒探员介入了调查。最终在探员的逼问下，拉里承认了杀害1名女大学生的事实。可对于其他13名受害者，他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 Can't remember which ones I heard. It's just I'm so tired all the time. I'm always tired, you know, and sad. 虽然拉里回答得非常含糊，但这足以证明了他就是凶手。
情急之下，探员立刻做出了重要决定，他们将拉里没有头绪的口供加以修改，篡改成了一份连环杀人犯的口供，并引导拉里在口供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I didn't do this. Yeah, but you did, Larry. No wonder why I can't sleep at night. 随后，探员立即来到拉里的家中寻找有力证据，并找到了他行凶时驾驶的卡车。可由于拉里是清洁工的原因，车子已经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而他的双胞胎弟弟家里却一直想办法保护着哥哥。他认为拉里并不是真正的凶手，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撒谎。之所以承认那些事实，只是希望能引起别人的关注而已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就当拉里去法庭的路上时，却突然变得聪明了起来。他说自己是被迫签下的那份认罪书，自己根本就不是凶手。到了法庭上，法官认为拉里患有人格障碍，并且容易受到他人暗示的影响，才导致他承认了并没犯下的罪行。所以法官批准了拉里的上诉请求。如果在第二次上诉的时候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将其定罪，那么拉里就会被无罪释放。于是探员和检察官便找到吉米，让他前往拉里所在的监狱，并想办法套出其他13具女孩的埋尸地点。面对眼前如此诱人的交易，吉米到底会做出如何选择呢？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、有点呆萌的胖子，没想到竟是残害14名妙龄少女的连环凶手。虽然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可想要将其定罪却又难如登天。尽管拉里能准确说出作案时的细节，但却始终没有说出那些女孩的埋尸地点。为了寻找确凿的证据将其定罪，佛波勒把希望寄托在监狱中的吉米身上。探员让吉米进入最危险的监狱，接近残害14名少女的连环凶手，想办法套出他埋藏尸体的具体位置，并承诺事成之后会减免吉米剩余的刑期。就在吉米犹豫不决时，他的后妈却带来了一个惊天噩耗。由于吉米的入狱，父亲整天自责不已，巨大的压力从而导致他中风瘫痪。而现在的父亲整天左手画龙，右手画彩虹，走路也是栽栽愣愣直画圈圈，恐怕是用不了2年，父亲就会饮恨西北。正是因为这个消息，也彻底让吉米下定了转狱的决心。于是吉米和女探员达成了协议，准备前往拉里所在的监狱放手一搏。随后便乔装打扮登上了飞机。为了这次任务，探员给吉米伪造了新的身份，他将以新的罪名出现在拉里所在的监狱，并且只有监狱长和心理医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女探员告诉他，千万不要过早的接近拉里，否则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，自己还会以女友的身份进行探监。在有必要的情况下，吉米可以对他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，而目的就是为了将戏演得逼真，避免他人的怀疑。听到这些后，吉米瞬间就来了精气神，没想到身在监狱还有这种 VIP 服务。 Should we practice now? Hey, cool guy. It's just your fucking life. 交代完之后，吉米便来到这所最危险的监狱。经过一番核酸检测之后，他成功进入这所满是疯子的监区。面对一群如狼似虎的重刑犯，此时的吉米也只能自求多福。他一边吃饭一边寻找着目标对象，可并没有发现拉里的身影。而此时的拉里正在锅炉房维修设备，因为他长着一副天真呆萌的样子，所以狱警经常对他加以照顾，甚至会主动的给他打饭。拉里就这样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回到牢房。吉米也终于见到拉里的身影，两人之间的交锋也彻底拉开帷幕。这是一所极其危险的监狱，里面关押的不是精神病就是一些重刑犯。在这里，你永远都猜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吃饭时，吉米再次寻找机会与拉里交流，可拉里根本就不予理会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父亲突然的探监让吉米再次陷入了困境。此时的父亲病情还没有完全康复，讲话也是语无伦次，磕磕巴巴。没想到父亲竟然利用自己警察的身份，想让狱警多多照顾监狱里的儿子。可没想到好心却办了坏事，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而暴露了吉米的身份。看来父亲的病情的确非常严重，竟然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情。而没想到狱警不但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并且还替吉米引荐了监狱中的大佬。凭借吉米的3寸不烂之舌，他不但赢得了对方的信任，两人还一同打起了地滚球。然而这一切都在狱警的计划之中，因为一旦大佬发现吉米的特殊身份，那么吉米就会惹来杀身之祸。然而这天，吉米终于找到接近拉里的机会。当他们正在电视房专心地看节目时，随后便换了一个他自己喜欢的频道，这便引来拉里的强烈不满。看对方一副嚣张跋扈的样子，拉里也只是眯了眯眼睛，选择认怂，可能那就是警方的卧底。所以狱警想借此机会敲诈1万块的封口费，如果吉米不照办，那他就将这个秘密散布出去。结果可想而知，监狱中的大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此时的吉米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，而接下来到底会如何面对呢？
而此时的他只能寻求父亲的帮助。他说自己的房子里还有8万美金，想让父亲取来1万块给自己急用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父亲治病已经把他的钱花得一干二净。这一番话便让吉米失望不已，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藏在老房子里仅剩的1公斤面粉。他让父亲想办法将面粉带进监狱，然后自己在监狱中卖掉换取现金。通过和拉里几天的相处之后，彼此的关系也越来越近。拉里因为要做心理康复，所以被叫走，则剩下这个催命鬼开始向吉米要钱。吉米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，并承诺将面粉卖掉之后马上就会给钱。这边的拉里也跟心理医生聊了起来，还向他介绍起了自己的朋友。拉里说和吉米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开心，和他聊天的时候也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吉米在说话的时候会看着他，而不是为了看透他。第二天，吉米满怀期待地迎来父亲的探监，可他等来的并不是面粉，而是失望，因为父亲根本没找到他所说的面粉。在父亲的口中得知，这期间只有自己的合伙人去过那所房子。吉米也猜到了一定是他偷了自己的货，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现在唯一的希望也彻底破灭。情急之下，吉米只能联系到探员，并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，但探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为上级是一定不会批准这笔资金的，而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束计划，可至少还需要2周的时间替吉米转狱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探员在调查案件时得知一个重要消息，拉里曾供认过一起谋杀，可警方却查到他有不在场的证据，因为当天拉里正在距离案发地几百公里的城市参加演出，甚至还有大量的目击者能够证明，所以他断定拉里只是在自己的身上栽赃作假，喜欢把从未做过的事揽到自己的头上。也许他并不是真正的连环凶手，可吉米却不这么认为，他非常确定凶手一定就是拉里，并决定要将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探员告诉他，眼前的时间非常紧迫，一定要尽快套出那13具女孩的埋尸地点，接到监区。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男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所满是重刑犯的监狱，只是为了接近一名手段极其残忍的连环凶手。然而这天终于被吉米找到了机会，他偷偷潜入拉里的牢房寻找犯罪证据。果不其然，地上的几本杂志便引起他的注意。当吉米翻开杂志后，里面的内容便让他大吃一惊，杂志里竟然全都是拉里手绘的图案，并且都是一些残害少女的变态细节，这便更加确定拉里就是那个连环凶手。得到想要的答案后，他小心翼翼地将杂志恢复原样，可当他回到自己的牢房时，却看见狱警出现在牢房中。可想而知，狱警这是来向自己要钱的，而此时的吉米根本就拿不出钱来。他心里清楚，一旦狱警揭露自己卧底的身份，他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得知吉米拿不出钱来，狱警也只是微微一笑，拍了拍吉米的肩膀，便转身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隔壁牢房却传来了声音。拉里说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，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他感觉监狱要有大事发生，随后又突然转变了话题。他问吉米刚刚是否有人来过自己的牢房。吉米心虚地摇了摇头，但敏锐的拉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他认为吉米已经看透了自己。 What the fuck? Is that a question? Because that's one thing you do. You ask a lot of questions. 为了防止言多必失，吉米便假装生气转身离开。当他来到操场时，犯人们的行为确实有些古怪，正如拉里所说，这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可这时拉里却追了出来，他对吉米说，如果当你怀疑一件事情时，那就说明这件事很快就要发生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监狱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事件。此时的犯人已经不受控制，场面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，犯人和狱警也展开了生死搏斗，甚至连电视机都不会放过。经过一阵激烈的打砸后，暴动才被制止。第二天，狱警叫来犯人到餐厅收拾卫生，由于拉里是清洁工的原因，所以此次清理任务由拉里全权负责。在拉里的带领下，众人便迅速展开了清理工作。在此期间，两人也对彼此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。 You grew up in a cemetery? 原来拉里从小跟着父亲在墓地里生活，每当白天有人下葬时，父亲就会在夜晚带他来到墓地，并让他挖出下葬的尸体，然后摘掉用来陪葬的所有金银首饰。从此以后，他面对任何事物都不再恐惧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人死之后会变得非常友善，他们不会贬低你，更不会看不起你。为了换取拉里的信任，吉米也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吉米的童年也很悲惨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了婚，从此便跟着妈妈一起生活。可妈妈却整天花天酒地，并且经常带陌生男人回家。有一次，男人喝醉酒，还打断了自己的3根肋骨。可妈妈不但没有关心，还把责任都怪罪在自己的身上。面对这样的妈妈，吉米说有的时候恨不得将她推下楼梯，可拉里却说那样会摔断脖子，便告诉吉米一个能够快速杀人的办法。I soak a rag in starter fluid and put it in a mason jar in my van. If you put it over a person's face, they're out in seconds. 听到这些后，吉米瞬间亚麻呆住了，也更加确定拉里就是那个连环凶手。 So they'll stop hitting me. Did he? Girls, you know,
可偏偏这时警铃声突然响起，两人之间的对话就这样被打断。第二天，弟弟家里来监狱探监，弟弟告诉他，这几天频繁的有警察来家里调查，可拉里却表现得非常喜悦，因为他确定警方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。It means I think you're gonna get out. Get out. 他掩盖身份来到这所满是重刑犯的监狱，可不料自己的卧底身份被狱警揭穿，而接下来所有犯人都投来了不友善的目光，因为他们最痛恨告密者。而此时的吉米却成为犯人们的眼中钉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这天是吉米做心理咨询的日子，可没想到对方却换成了拉里的心理医生。吉米瞬间就慌了，因为除了监狱长和心理医生，他不敢相信任何人，这也意味着他无法向警方传递情报。原来吉米的心理医生这几天休假，所以只能由女医生为他提供心理咨询。女医生似乎也对吉米的身份产生了怀疑，她问吉米为什么要来这所监狱，吉米也只是装傻充愣敷衍了事。女医生警告他，千万不要试图伤害他的每一位病人，并且要和拉里保持距离。回到监区后，吉米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随后他再次寻找机会和拉里闲聊。吉米主动找了个话题，他问拉里接触过的女孩最小的年龄是多少岁，这个话题便勾起了拉里的兴致。可刚要等到拉里张口说话时， Larry, Oh, is it still dripping? drips turn into leaks. 无奈之下，吉米也只能重新寻找机会。第二天，吉米与监狱大佬打起了地滚球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大佬竟然暗中调查了吉米的身份。他发现吉米的身份并不是他口中说的那样，大佬只是警告他好自为之。随后拍了拍吉米的肩膀，便转身离开了操场。很快，狱警就将他卧底的身份散播了出去。吉米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，而此时必须尽快的想办法求救。随后，他准备打电话联系女探员，可这时却发现银行卡里的余额已经不足，也因此导致他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。然而这时，后面的一个壮汉却等得不耐烦了。 Hang up the fucking phone! This phone? 面对眼前的壮汉，吉米果断选择了认怂。此时的他也意识到了危险，而眼前必须尽快套出那些女孩的埋尸地点，才有可能活着离开这所监狱。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胖子，竟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连环凶手。可他却自信地认为马上就会被无罪释放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真相已经慢慢地浮出水面。此时的探员和老警依然在寻找拉里的犯罪证据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单车女孩的案件上，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拉里埋藏的受害者。随后两人确认了拉里的行车路线，打算到案发地附近寻找新的线索。经过走访后，两人来到案发附近的一家渔具店，老警拿出一张照片让老板辨认，没想到老板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拉里，但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熟，因为拉里留着一副古怪的络腮胡，所以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老板说拉里几年前在这里购买过汽车零件，可因为自己对他太过于友善，导致拉里有事没事总喜欢往这里跑。到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拉里总喜欢搭讪附近的一些女孩，这其中也包括自己当时只有10几岁的女儿。因为拉里的行为让很多女孩都觉得反感，所以他一气之下赶走了拉里。随后两人找到老板的女儿，打算在她身上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在女孩的口中得知，拉里总是对她说一些变态的话，比如你的脚踝真漂亮，你的耳垂熟透了。除此之外，拉里还经常送自己一些礼物，而那些礼物对他来说都是一些二手货，比如一些精美的饰品，还有符合他尺码的鞋子或者外套等等。因为这些礼物都会让他感觉不舒服，所以大部分的东西都被他处理掉了。但唯独有一样礼物至今还在仓库当中。可当探员和老警来到仓库查看时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两人大吃一惊。这辆自行车正是死去女孩的，没想到被拉里当成礼物送给了别人。而另一边，吉米和拉里在木工房里聊了起来。吉米告诉他自己交往过80个女朋友，拉里还不可思议地问他是如何做到的。随后他主动提起了那个被抛尸荒野的单车女孩。拉里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很友善，两人聊得也非常不错，但当他亲吻了女孩之后，女孩就变得不那么友善了。他不仅大喊大闹，甚至还抓伤了自己，所以才用沾了启动液的抹布捂住了她的嘴，直到女孩停止了反抗。后来他找了一片苞米地对女孩实施了侵害，紧接着又将她绑在一棵大树上，最后用皮带活活地将她勒死。当吉米听到这些后，只能假装镇定，没想到眼前的凶手竟然如此变态。另一边，探员和老警带着线索找到检察官，可仅凭着一辆自行车是无法将其定罪的，毕竟车子还被拉里抹掉了序列号，所以无法确定车子的主人到底是谁，更不能证明拉里就是杀人凶手。而此时牢房中的吉米却哭得泣不成声，想起那14名被残害的无辜少女，他的心里却是五味杂陈。男人突然从噩梦中惊醒，却发现拉里出现在自己的牢房中。拉里认为他一定被自己昨天讲的故事给吓到，之所以才做了噩梦。为了尽快套出那13具女孩的埋尸地点，于是吉米心生一计。Stories? That's what they are. So either you lie to your friends, pretty much tells me where I stand either way.
见吉米生气后，拉里急忙说自己不是骗子，并保证自己所说的都是实话。可吉米却始终保持不相信的态度，并对拉里说：“我见过那些杀人犯的眼睛，可在你的眼神中根本就看不到凶狠，而我看到的只有谎言。你只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小丑。”拉里也没过多解释，只是告诉吉米一会儿去木工房见面，打算让他看看真正杀手的眼睛。随后，吉米来到木工房找到拉里，而此时的拉里已经画好了一幅地图，地图上的每一个城市都标记了一个红点，周围还摆放了21个精心雕刻的小鸟。吉米问他为什么要雕刻这些小鸟，又为什么是21个？为了让吉米重新认识自己，所以拉里决定说出事情的真相。他说要把这些小鸟和地图寄给弟弟，并让弟弟帮忙把小鸟涂成黑色，然后用它们守护那些死去女孩的灵魂。听到这些后，吉米立刻意识到，死在拉里手中的女孩远远不止14个，而是21个。拉里说其实不想伤害那些女孩，可她们总是反抗，甚至还打自己。其中一个女孩的拳头就像男人一样有力气，所以才迫不得已杀了她们。而拉里告诉他这些的原因，就是不想被别人嘲笑，被人看不起。I know you made fun of me earlier, but I've dug hundreds of graves since I was a child. Probably more than you've had women. I'm serious. I have dug more than you've. 拉里说埋藏女孩尸体的位置非常隐蔽，除了自己谁都不会发现，并希望用这些小鸟来守护她们的灵魂，让那些死去女孩的灵魂得到安宁。随后吉米便心生一计，他表示可以将地图偷偷寄给死者的家人，让他们的父母找到尸体，这样女孩们的灵魂才能真正的得到安宁。可拉里却笑了，他说自己还要活着从这里走出去，所以那些女孩的埋尸地点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，他会安然无恙的走出监狱，然后继续回到以前的生活。听到这些后，吉米终于控制不住了。 You're not gonna win your bill. No Fucking way! You demented fucking monster! 这时拉里也瞬间恍然大悟，没想到如此信任的朋友竟是警方派来的卧底。拉里的情绪突然失控，两人之间的友情也彻底决裂。随后吉米就被狱警控制了起来，因为他的行为给拉里造成了威胁，随后就被关进了禁闭室。而此时他的心理医生还在休假，现在根本没人能救得了他，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。情急之下，他只能拼命地脑补那张地图，回忆地图上那些女孩的埋尸位置。随后他忍着疼痛咬破手指，并将脑海中的地图画在了墙上。最后吉米由于失血过多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吉米终于被放了出来，原来是他的心理医生休假回来了。而此时的探员也赶到了这里，吉米二话没说，立刻向探员要来了一支笔，然后凭借着记忆重新描绘地图。没过一会儿，吉米成功的还原了地图。他告诉探员，这些红点代表21具尸体的埋藏位置，并描述了拉里作案时的具体细节。听到这些后，探员也露出了微笑。 Then we got him, Jimmy. You got him. 最终，法官又一次对吉米进行了审判，并减免了吉米剩下的所有刑期，无任何的附加条件，并且立即生效。当法官落锤的那一刻，吉米却高兴得泣不成声。与此同时，法官驳回了拉里的上诉请求，并重新对案件进行了判决，最终判处拉里无期徒刑，立即生效。上诉失败后，拉里企图自杀，但多次都自杀未遂。截至目前，警方依然没有找到埋藏尸体的地点，而拉里仍然在监狱中服刑，并且永远都没有假释的资格。